怕什么？当年老子远征两东，比小山沟的大浪都见过，你小子不会有诈吧？放心，这条航线我王立德跑了10几趟了，相信驶得万年船。其他的兄弟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行啊，我去瞧瞧。내가 들어가 숨어 있으라고 했잖아. 배가 아파서 그랬어.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? 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분명 그 도적들이네. 아니 알겠는데 만에 하나 이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다니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걸세. 아 버리자. 알겠어. 자,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, 어? 이걸 해결하시게.兄弟，醒醒！兄弟，王立德，古乐香烟，文笔大风势。兄，你快看！疯子，别动！别动！天家兄弟，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误会！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收边去了！徐明府，你的人。二人确实是咸阳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山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旁人退下。狄仁杰，接旨。王后，懿旨。
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过来了，船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船上好像没有人啊！真的没人？鬼船！这鬼船！奇怪呀！这船快掉过来了！回禀刘州使，这条船诡异得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等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，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火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。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儿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，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怪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错一错
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父了。这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。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灵甫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灵甫，他们还带了蘑菇来船上。不是带来的，这蘑菇是长出来的，长成这样，至少30天。熬掉出事儿的时间，这船大概是在20天前驶来的蓬莱。20出发，那他们的出发国应该不是漠河国，也不是倭国，他们应该去的是丹罗国或百济。向渔民打听过了，百济金。米桶怎么会放在这么一个漏水的地方？这都已经发霉了。帮我。上来，救人。여기 무신. 他在说什么？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걔한테 들었어요. 他说，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。他哥哥说，那些船员身上都有。画下来。 여기 보신 거를 그려주실 수 있어요? 감사합니다. 这都第5顿了，这傻小子被吃坏了。你说了，他又听不懂。反正意思是说了，喂饱他，管那么多干嘛？走吧。
确定他是噎死的。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，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。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。谁让他这么吃的？一潘，明府，红叔，海滩上飘来一个人，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。死的活的？活的。通报刘中使侯副郎，升堂。禀明府，此人全身腥臭无比，我们给他冲洗过了。说说你们的船。是那个姓王的压船牙人，杀了所有的水手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的就是他，王立德。王立德，我看见他杀人了，我就跑。他追我到甲板上，我万般无奈之下，所以才跳船的。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？一块木板。不是葫芦吗？不对，是一块木板。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，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，我每天就钓鱼，才活了下来。在海上漂了10日，匪夷所思啊！你说王立德杀人，那他为了什么？小的不敢说。为何不敢？小的怕被砍头。大胆说！刘仲使在此，定替你伸冤。那小的就说了，有一日，小的在后甲板，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，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，有1大箱。王立德还说，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就是。说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。胡扯！这是诬陷！姓易的官家，血口喷人你！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好像叫姓狄。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。我问你，船员可是黑雁的人？什么黑雁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被王立德招募来的。那不对呀，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雁。哪儿呢？官家要是不信，扒了我的衣服看。来，我给你们脱了看。成何体统？回堂。这个案子由本官接管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换谁？这是千金本，远航时测量星辰用的。这我知晓，要靠此物确定航路。中使，这是他们在海上走私黄金用的航海图，起点是百济国，终点是蓬莱。你们来看，此处有一小岛。
瘦子和金桑口供一致，这处小岛或许便是关键。你是说，黄金藏在这岛上？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过去查看。事不宜迟。金桑虽然满嘴污秽，污蔑了狄明府，但蓬莱一定有人牵扯在黄金案当中。如果风声走漏了，恐怕别人会先行一步。把他掉下来！把他掉下来！走下看！有人掉海里了！有人！快！不好了，船主，鬼楼被人破坏了！厉鬼！翁亮，这是我们在海上漂流的头一日。若我们遭遇不测，你便将此信呈交朝廷，作为凭证，让真相存世。昨晚金利风暴，船上竟藏有歹人，将桅杆和船舵破坏。可歹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让我们困在海上，不得而知。我们已与船队失散，昨晚搜检一番，待今日再做考量。前面好像起雾了。是啊，越来越大了。快通报一下！小心，起大雾了！起雾了！快回舱！回舱！回舱！快回舱！快回舱！快！好大的胆子！你跟王立德相好，为什么不早交代？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大人！你想害死我们一船的人吗？玉素娘子，饶了我！你别害怕，告诉我，王立德在出海之前都为你说过些什么？他说这次会走1-2个月，
会转一大笔钱会回来替我赎身，会娶我的。男人的这种话他也信？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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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知道。黄金在哪？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就慢慢想。反正这在船上闲着也是闲着。来人，在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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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狄明福，阿姐，阿姐，救我！阿姐。狄明福，周使，听侯副郎说，你昨晚批阅公文到深夜，可查出了什么？既然说到这里，正好，下官有一事要请教。意思是，我市舶使有小船4只，大船1只，用作港口巡逻之用，对吗？守护码头、稽查税金，这是我们市舶使能够出航远海的只有大船，对吗？那又怎么样？10几天前，也就是7月初6，意思是亲率大船摸黑出海，至天明才返，对吗？跟王立德出事是同一天。是。狄明府，这一个金桑还不够，你也诬陷我。出海巡航怎么了？那些贩私货的经常划小船在半夜靠岸，我是收到了线报的。我为朝廷卖命，到你这儿还成了罪状。下官只是想请教一下。请教？你是请教吗？你不如直截了当的问，你就问我，为什么会这么巧？为什么在王立德出事的那一晚我也出海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为何这么巧啊？杀人诛心呐！你不如直接说，那一夜出海，我就是去见王立德，还收了黄金。那金桑都说了，私贩的黄金有满满一大箱子，我那大船上有10几个人，如果我藏了黄金，我如何能瞒得了一船的人？刘中士，刘中士，您若是不信，咱们回蓬莱去问。刘中使，船外起了大雾，我看各位还是尽快回舱室休息，以免意外。回头再查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狄明府，顾船主，大雾天我四处查看一下。顾船主，你想什么呢？实在是疑点重重啊。是啊，王立德是私贩黄金的经手人，他是个掮客，还是需要买家和卖家2个环节。买家必然是百济人，可那些磨刀作何解释？丹罗和新罗与百济连年征战，都已经快亡国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百济人用黄金走私大唐的军械？
为何不可呢？雾散了，都出来吧！大家出来干活了！哎，飞机出事了，第四师出事了！逆四师，快看，那真的是易大人！家主，家主，开门！从今晚开始，老子不单独睡了，我就睡这儿了。白凯，你挨着我睡那儿啊！你们两个睡外边。是。只要我出去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。那个龟孙子敢藏在暗处害我，他一冒头，你们就给我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自杀。还是被人所杀。回中时，正在查。所有事情皆无定论，干什么吃的？你二人，一个是刑部大员，一个是皇后钦点的县令。中使息怒，若真有凶手，必是利用了大雾，而且这个人。一定与易四氏相识，否则他不会不抵抗。船主顾梦斌，起雾时，甲板上有船员，顾船主跟他的随护白凯也在甲板上，并没有见到易四氏。蹊跷的是，我刚刚查到易四氏10天前曾经夜航，人就没了。可惜了，现在查不了了。只能待我们返回蓬莱之后，再详查。狄明府，你不觉得此次跟着本官一起出海的人有些多吗？中使的意思是，都哭着喊着要来伺候本官，意思是顾船主，还有2名歌妓。那2名歌妓不是刘中使点名要带着？那是本官初到蓬莱，一支曲子还没听完，就被狄明府你打断了，让本官没听够啊。可是上了船以后，我发现这百济歌妓未讲实话。依我看，这船上没人说实话呀。本官再说一遍，是你狄明府拿到的第1条线索，才把大伙引上船。如果你还查不出凶手，那本官只好自己动手，挨个查，审完玉素，再审曹娘子。哎，白凯。넘감듭니다. 팔자를 왜안 치가야 돼? 아무 말도 안 했어요. 진짜. 햄이 너무 많은 거 갖고 있어. 응? 住手！怎么东呀？原来你也是百济人。不要打了！
你们不要再打了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他是百济人，是又怎样？你为什么装我们唐人？看来你们百济国是真有亡国了！胡说！小在敌后我们百济人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济国虎贲军长期校尉。白凯，你们百济国与新罗、丹罗连年征战，你躲在蓬莱，是想走私军械吗？你让玉素接近王立德，是为了控制他，对吗？白凯，曹安还在巴西，让他走。玉素是无辜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会猪，快走哈密达！王立德为你这次偷运黄金，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白凯，把刀放下，此番只会治你一个走私之罪。王立德只是掮客，他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军械，他背后一定有朝中的大员。告诉我，那大员是谁？有点意思。대팔제교가 왕같이 하니다. 팔제요 만세! 白凯！白一昼夜之间，船上变故极大。一潘已被谋杀，白凯拒不身亡。根据千星版的测量，我们一直顺着王立德的航道漂流，黄金案的线索已经逐渐清晰了。彭叔，你还不来救我们？船上的人越死越多了。大兄，又起雾了，当心些。好。今晚你们两个更要寸步不离的保护我。是。梁王上呢？上面呢。走。梁王上，家主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要有意外就追梦少。是，家主放心。吃饭了。
在后山仓。侯父老，侯父老！把那个叫于素的带过来，换你们的侯父老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滚！不许告诉刘中士！阿芷干什么？阿芷，走走，带他去哪儿啊？阿芷，放开我！别说，走，别说！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黑燕的人？少废话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关事！别过来！秦桑，他们是黑燕的人，他们引我们到这里来的。闭嘴！有船来了！有船来了！回首，收到秦桑信号。阿进，阿进！小心，是敌船！放箭！不！不好！快躲起来！不要慌，别乱跑！别过来！你们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快去御敌，快去指挥御林军，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走，走啊！下来！来人！外面是何少印。中士，我也不知情啊。门口把着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别跑！别慌！别乱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顾城主，黑夜来袭，我们回山仓。不是黑夜，我走人暗算。谁干的？是秦桑吗？有人想杀叶思氏和王灭口，我们不该贪图走私黄金的好处。黄金的买家是谁？只有王立德知道，我只提供船。
巨灵剑，金河夺剑！大剑！40丈！铁血20丈，准备登船。少太，去找曹娘子，告诉他们，切莫轻举妄动。让他一个人过来。放开我！过去！站住！回去！回去！回去！过来！过来！你！现在他比你值钱！救！曹娘子！曹娘子！灵府，曹娘子房里没人。灵府，金桑把玉素给抓了。快走！我们已经死了不少弟兄，还靠近吗？是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说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上剑！侯爷！玉素，强大哥，他是黑燕的人。狄明府，狄明府，刘州使，又有何事？玉素在金桑手里，狄明府去谈判了。玉素，秘密就在玉素那里，所以到了船上，玉素一被收押，狄仁杰一伙就急了，派乔太去探望。如果情势危急，狄仁杰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再去包庇玉素。狄仁杰，狄明府，救！要再不说，我是真会杀了你的！狄明府，救我！说，快说！周使大人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王姬，为我死去的10个兄弟，讨个说法。谁杀了他们？王立德杀的。他人呢？王立德私吞黄金跑了，这是他的女人，找到黄金的唯一线索。说，王立德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太丑了！他只是一名歌姬，与黄金没有关系。如果现在不是我在这儿，你立刻就会死。放他！到底谁蠢？
看看这条船的周围，都是黑焰的人，用不了半个时辰，黑焰就可以把整条船杀得片甲不留。事到如今，也不用隐瞒，我们黑焰本来就是想劫黄金的。王立德从百济国走私黄金的事情，我们早有耳闻。我向他挑明，等下一笔巨额黄金押运时，由我们黑焰接手，途中把黄金劫掉，分给他1/10。港口的2个大人物顾梦斌和一潘都参与了，他们都拿了好处。按我们的要求，王立德将船员换成了黑焰的弟兄，一共10名，与他前往百济国。可那天晚上，我们按约定派船去取黄金，结果黄金和王立德都失踪了，我们的船员被毒杀。那晚风浪大，我们查过，蓬莱的商船都没有出海。我们断定劫持黄金的消息一定是泄露出去了，所以我便假装成幸存者，故意转移你们的注意力，想借你们找出真相。你得到的那份航路图，便是我们故意放的。出航后，我悄悄上了甲板，毁了桅杆，让你们成为孤船。现在我们一定要夺回来！知道真相的人就在这船上。放箭！大哥，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快手，我在这儿！狄仁杰，谢谢你告诉我们黄金的秘密，把我们带到这儿来。快手，这个女人有黄金的线索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往下跳，有接应的小船。我们走，走，快走！万岁！
全部歼灭！对。阿弥佛。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玉素，狄仁杰力通外敌，全体上阵！不能放弃！这是不能放弃，入士！不能放弃！放！刘峰！刘峰！刘峰！小云雀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你是去见谁？什么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船，你要见谁？那个人很重要吧？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人说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号，让他吧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。
林甫，是王立德。林甫，你看，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这是玉素死前给我留下来的，是琴谱上的字。玉素说过，王立德会抚琴，王立德私贩黄金，必然跟京城的人有来往。于是，他便学会了这京都流行的新琴谱。琴谱上的字既提示了指法，又暗含了2个数字。10代表的是琴的徽位，琴有13徽，千心板一共有12块，这13个数字足以把千心板包括进来。这个10就代表第10块千心板，对，叫10指。下面这个4呢？4代表的是琴弦，琴有7根弦。这个季节，船员出海，无非要观测6、7个星座。从左往右数的话，第4个便是织女星。哦，那就是说，用这第10个千星板对准天上的织女星是吧？只要测出3处星辰，再比对航路图，便可以推出王立德留下黄金的位置。那剩下的2个字，没来得及。那岂不是测不出来吗？那王立德貌似是个粗人，可他一定研究过蓬莱的潮汐，或者他背后的人研究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市舶司我去查过了，那天晚上跟意思是出航的士兵说，意思是的命令是夜巡，但是船上多了一名神秘客，说是意思是的贵宾。此人上船以后一直蒙着脸，士兵们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所以叫神秘客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意思是带着他一起出海，而航路图一式3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雁1份，第3份就在这个神秘人的手里。我查过那一晚的天气，前半夜星空晴朗，到了后半夜有了风雨，因此市舶使的船必定是在前半夜就已到达指定海域，但是意思是和士兵们都没有见过黄金，因此神秘人应该是独自上了王立德的船，并且杀了他。而神秘人最终把装满黄金的箱子都扔向了海底。黄金扔到海里？我应该没猜错。可是这个人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为什么要把黄金再沉到海底呢？他是怎么了？他见不到黄金，他跟黄金有仇？哪有这种人呢？他当然想独吞那笔黄金，他费尽了心机，还是逃不过一个贪字。那天晚上沉黄金处，其实离海岸不远。《潮汐志》上记载，这里每过100年，便会发生一次奇异的大潮汐。潮汐发生时，低潮的水位能后退10余里，露出一条大海沟。100年的循环已过，大潮汐的发生就在今日。
官师，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江的是你扔到海里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别装了，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，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。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京城琴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，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批黄金。他知道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，他同样不敢回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兄？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1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燕1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这也就是你打算独吞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的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
王雷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。事实上，王雷德在海上飘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。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作状，黑焰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意外。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焰船员。여기 무슨 이상한 무슨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焰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咬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姓易的官家。本人呢？然后黑焰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我还未联想到你，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了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手看！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博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；2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意思是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意思是被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会掉脑袋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斌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你怕顾梦斌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放暗箭射杀了他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狄仁杰，力冲外敌，全体上箭！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！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让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，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，
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淮阴，我们还有第二条路。这黄金，我一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，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。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敌人揭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淮阴，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
府，快走！灵府，小超了，灵府！侯爷！侯爷！别急！灵府，快走啊！灵府，快走啊！灵府！侯爷！让！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怀英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